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一个坟墓被看得死死的，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还有罗马帝国的封印，这看起来就是一个故事的终点，对吧？但你猜怎么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恰恰就是从这里，从这个看似毫无希望的地方开始的。主真的复活了。朋友们，这句话可不只是一个消息，它是一切希望的基石。可以说，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整个故事都围绕着这个核心在跳动。好，那么故事要从哪里开始呢？你可能想不到，起点不是光明，反而是无尽的黑暗。来，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夜晚，一个被紧张和绝望笼罩的夜晚，感受一下黎明前那最深沉的黑暗。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你看，从7日的第一天傍晚开始，夜幕降临，然后呢，到了万籁俱寂的深夜，黑暗越来越浓，最后就是黎明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刻。感觉所有的希望都跟光线一起消失了，剩下的就只有那冰冷的石头和一个死寂的坟墓。在这整个漫长的黑夜里，基督就一直被关在那个又小又窄的坟墓里。你想想这个画面，生命的主竟然被死亡给关起来了，这听起来真的是毫无希望，对吧？而且这个坟墓可不是随便关上的，那可是层层封锁。首先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堵在门口，这在物理上根本就不可能挪开。然后石头上还盖着罗马的封印，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罗马帝国的权威，谁敢挑战？还没完，旁边还有罗马最精锐的士兵，一天24小时轮班站岗，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可以说，这已经是当时人类能拿出来的所有力量了。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不，在这些看见的防卫背后，还有一股看不见的、更黑暗的势力——撒旦和他手下的那些堕落天使。他们聚集在那里，就是想把基督永远的关在里面。但是黑暗从来都不是唯一的看守者。就在同一个地方，还有另一支军队，一支由大能的天使组成的天上军队，也早就把这个神圣的地方给包围起来了。他们就在那里静静地护卫着，等待着迎接生命之主荣耀的那个时刻。好，就在这片极尽达到了顶点的时候，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来了，天和地就在这一刻相遇了。整个大地都开始震动，经上是这么记载的：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你看，这不是悄悄的来，这简直就是带着雷霆万钧的力量降临。这位从天上来的使者，他身上披戴着神的荣耀，那光芒直接照亮了他来的路。他的样子呢，亮得像闪电一样，衣服呢比雪还要白。说真的，这根本就不是普通人敢直视的景象。那些罗马士兵，你想想，他们可是最精锐的部队，平时在战场上什么没见过，可现在呢，就在这神圣的光芒面前，他们彻底崩溃了，一个个吓得浑身发抖，最后就跟死人一样倒在地上，什么直觉都没有了。而且来的这位使者可不是一般的天使，他就是当初撒旦堕落之后接替了撒旦位置的那位大能天使。还记得吗？当初在伯利恒的山野里，向牧羊人报告基督降生好消息的也是他。所以你看，他的到来本身就预示着一场伟大的胜利就要发生了。好了，朋友们，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整个故事的最高潮，生命战胜死亡，基督荣耀地走出坟墓的那一刻。这位天使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他一走进坟墓，大地又开始震动，那些黑暗的势力吓得四散奔逃。那些罗马士兵呢，就亲眼看着他把那块他们几十个人都推不动的巨石，就那么随手一推，就像挪开一颗小石子一样，轻而易举。挪开石头之后，天使就直接坐在这块大石头上，然后用一个响彻云霄的声音呼喊道：神的儿子，出来吧，你的父在呼召你。哇，你听，这是来自天父的呼唤，由他的使者亲口传达。就在这个时候，
那些还躺在地上的罗马士兵亲眼看到了，他们看到耶稣就那么从坟墓里走了出来，就是那个他们以为已经被死亡永远关注的人，现在带着一种根本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荣耀和威严，重新站在了他们面前。基督就站在那个被打开的坟墓门口，亲口说出了一句带着无上权柄的话，就像约翰福音11章25节记载的那样，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真的，只有神的儿子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当救赎主就这样在威严和荣耀中走出来的时候，整个天上的天使军队全都俯伏在他面前敬拜，他们一起唱着赞美的诗歌来欢迎他。那一刻，感觉整个天庭都降临到了这个地方。对那些士兵来说，眼前这一幕简直颠覆了他们的三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谁呀？不就是几天前他们还在嘲笑，甚至往他脸上吐唾沫的那个人吗？不就是那个站在比拉多面前被他们戴上荆棘冠冕的囚犯吗？是他那个被鞭打的体无完肤的人，也是他那个被他们亲手钉上十字架，还被祭司和官长们嘲笑说他救了别人，可救不了自己的人。可是现在呢？死亡终究还是没能困住他。那么发生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一幕，这个世界会有什么反应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一场真相和谎言之间的激烈交锋了。等到天上的荣光和天使都消失之后，那些罗马士兵才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你想想他们当时的样子，肯定是吓破了胆，站都站不稳，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就跟喝醉了酒一样。他们也顾不上那么多了，赶紧跑出墓园，冲进城里，见人就说刚才发生的奇妙事情。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犹太当权者的耳朵里。当那些祭司长们听到士兵们的报告时，他们的脸瞬间就变得跟死人一样惨白。大祭司该亚法想说点什么，可嘴唇一直在抖，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士兵们带回来的是一个让人震惊的真相。他们说，那个被钉十字架的人是神的儿子。我们亲耳听到一位天使称呼他为天上的君王，荣耀的王。可祭司们听了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是编造一个谎言。他们直接命令士兵们，你们出去必须这么说，夜里我们睡着了，他的门徒来把他偷走了。你看，他们就想用这么一个荒谬的借口来掩盖一个神圣的奇迹。这背后其实就是一场用金钱和权力做的肮脏交易。祭司们拿出一大笔钱收买这些士兵，让他们说谎，这样就能保住自己的命。为啥？因为按照罗马军法，士兵在站岗的时候睡着，那可是死罪啊！甚至连总督比拉多最后也默许了这件事儿，就是为了把这个足以撼动整个世界的消息给压下去。就是这样，这些罗马士兵为了钱出卖了自己的人格。他们跑进城的时候带来的是一个惊人的真理，可他们走出大祭司的院子时，带走的却是一个精心捏造的谎言。但是这件事的后果可远远不止这些。在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层面，一场巨大的征战其实已经分出了胜负。而对于那些悖逆的人来说，这件事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恐惧。你想当耶稣被放进坟墓里的时候，撒旦肯定是以为自己赢了。但是当他亲眼看到基督胜利地走出坟墓时，他简直是气疯了，因为他心里清楚地知道，从这一刻起，他的国度就要完蛋了，他自己最后的结局也一定是灭亡。而那些祭司们呢？他们之前成了撒旦的工具，害死了基督，现在呢？他们就完全被撒旦控制了。他们自己编了一张谎言的大网，结果把自己也给牢牢地困在了里面，根本挣脱不出来。他们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跟基督作对。不过真相这种东西是金钱禁止不了的。虽然罗马士兵被收买了，但是神早就预备了另一群绝对不会被收买的见证人。是谁呢？就是那些跟基督一起复活的圣徒。他们亲自在城里向许多人显现，见证了这个谁也无法抹去的事实。从那以后，
那些祭司和官长们就一直活在恐惧里。他们总是会想起当初在审判大厅里他们自己大声喊叫的那句话，就是马太福音27章25节记的那句：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这个可怕的场景日日夜夜地折磨着他们，让他们再也睡不了一个安稳觉。好了，说了这么多，那么基督的复活，它真正的深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必须明白，这可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那么简单，它关系到生命的本质，关系到我们永恒的希望。首先，第一点，复活证明了基督自己说的话都是真的。他还记得吗？他曾经说过，在约翰福音第10章17到18节里记着：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他也曾经对那些祭司和官长们说过，约翰福音2章19节写的：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现在那个空空的坟墓，就是这些话最有力的证明。基督的复活在圣经里被称为出熟的果子。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像农夫收庄稼的时候，看到第一批成熟的果子，他就知道整片田地的大丰收就要来了。一样的，基督的复活就代表并且保证了所有信靠他的人将来也一样会从死亡中复活。关于这一点，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4节里写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你看，这节经文就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和基督的复活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且，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从坟墓里出来的，他还带出了一批曾经被死亡囚禁的人。这些人就像是他战胜死亡的战利品一样，他们不再是撒旦的俘虏了，他们已经被救赎了，作为他全能的出熟的果子，被一起从坟墓里带了出来。这些一起复活的圣徒，其实也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在很久很久以前写下的一个预言。这个预言记在以赛亚书第26章19节：你的死人要复活，我的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醒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那么这一切对我们信徒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听好了，这意味着我们因为罪而失去的生命，可以在基督里重新被恢复。他来是要让我们得到生命，而且是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也意味着死亡不再是我们的终点站了，它只不过像是一场短暂的睡眠。我们真正的生命是和基督一起稳稳当当地藏在神里面的。所以最终我们知道，那个让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伟大的能力，也一定会复兴他的教会，让教会在将来和他一同得到那份远超过我们想象的荣耀。复活的最终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把基督高举到了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就像以弗所书第1章21节所描述的那样，他的权柄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这就是一场永恒的胜利，也是我们所有希望的最终的源头。